生活中会经常遇到很多类似的事件，例如开车中心慌意乱下的剐蹭事件，无缘无故的头疼，很多看似偶然的倒霉事件，往往说明身上沾染了邪气。在人们鸿运当头的时候，一般不会遇到类似事件，只有邪气入体后，严重耗损了自身的阳气，干扰了元神的正常工作，才会出现倒霉的事件。那么什么是邪气呢？在传统文化中，邪气指的是与人身心健康相违背的能量。邪气既可以来源于外界环境，如阴气较重的地方，也可能因为不良的情绪、行为导致。邪气的出现与正气的缺失或削弱密切相关，因而容易使人产生不安、失眠、情绪暴躁等不良表现。邪气的来源，阴气过重，长期出入阴暗、潮湿、偏僻的环境会使人被邪气侵扰，不良情绪、怨恨、嫉妒、贪婪等负面情绪容易滋生邪气。不当习惯、过度的饮酒、熬夜等不良习惯会导致正气虚弱，邪气趁虚而入。有缘人，如果你感觉偶遇不干净的东西，有邪干扰，心神不宁，全身无力，神志不清，老头子和你分享一个驱邪避凶之法，跟着视频操作，口中默念诸邪必退，百无禁忌，直到心绪恢复平静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。有不少老人家在看到一些人行为异常的时候，往往都会说是见到了脏东西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撞邪了，或者是身上有邪气。如何通过相人术辨别一个人身上是否有邪气？相人术讲究通过面相、眼神、肤色、声音等细微之处辨别一个人是否有邪气。以下是几种主要的判断方式。一、观察面相。眼神呆滞或不聚焦，眼睛为心灵之窗。一个人如果目光飘忽不定，眼神呆滞，甚至出现于眼睛状，可能表明其心神不宁，有邪气缠身。脸色暗沉或偏青，健康的面色应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若脸色青灰、无光、发暗，可能是被邪气侵扰，体内正气不足的表现。五官扭曲，额头泛黑。额头代表人的命宫区域，若此处颜色偏黑或不对称，传统上认为这可能预示邪气在内。二、分析言行举止。行事畏缩或阴森，表现为说话声音极轻，言语尖锐，行走飘忽等特征，容易给人阴森的感觉。这些都可能是邪气附身的迹象。情绪极端波动，时而情绪高涨，时而突然暴躁，缺乏稳定性。这种表现往往是正气不足，无法抵御邪气的侵袭。生活习惯反常，喜欢在夜晚活动，讨厌阳光，甚至出现嗜睡、懒散等现象。
这些习惯通常被认为与邪气有关。3. 察觉气场的变化。气息沉重、压抑，在与其接触时，感到呼吸不顺，胸口发闷，甚至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，表明其身上或有邪气，身体异常寒冷。若无疾病因素，身体或手脚异常冰冷，传统上认为这是阳气不足、邪气入侵的表现。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邪气侵扰？一个人往往很难察觉到自己身上的邪气，但可以通过一些自我检查来评估。那么身上有邪气的症状有哪些？下面给大家说说邪气入体最常见的9种症状。1. 常做噩梦。被邪气缠身的人经常会做各种噩梦，在梦中受到惊吓，最终梦醒来时，梦境依然历历在目，心灵受到强烈冲击，梦到去世的人，梦到自己被人追杀，梦中看到阴人等。2. 家宅不宁。一回到家就感觉不舒服，感觉阴冷，有异物跟随自己，或夜晚清晨看到阴人，家里或身体出现异象，如异常的声响，睡觉时莫名其妙的警醒，身体被什么东西压住喘不过气来，或者梦中被什么捏掐等。家中有小孩经常受到惊吓，或者小孩经常无故大哭，家里不是这事就那事。3. 家庭不幸。家庭不幸最常见的是家庭不和、吵闹，包括自己跟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亲友等关系不佳，家无宁日，夫妻之间经常为芝麻绿豆之类的小事争吵，关系渐行渐远，最终导致夫妻离婚。4. 难受。任何药物不起作用，身上中邪气的人一般都会身心乏力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状态很不佳，不管怎么去休息，身体依然还是不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到了医院去检查，也检查不出来到底什么病症，有时候头疼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全身也比较乏力，这种情况可能就中邪气了。5. 晦气缠身。中邪的人往往晦气乏力，面色发暗，甚至发青，眼圈发黑，眼无光泽，或者常觉得很疲倦，身体觉得发虚无底气，终日无精打采，看到别人看不到、感觉不到的东西，夜晚无法入睡，吃饭时觉得无味，并且逐渐自己的饭量减小，胆子越来越小，容易被惊吓。6. 万事不顺。中邪的人一般运程都比较低下，干什么事都顺利的少，就像有人在背后故意搞破坏一样，明明100%成的事，到最后还是失败了。还有就是在决定事情上，往往也会判断失误，本来很渺茫的事，漏洞百出的事，你却看不出来。7. 会出现幻听、幻视、幻想。幻听就是指
时常会听到有人在说话，但是却找不到说话的那个人。有时间甚至会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，但是却没有人在喊自己。还有的听到身体内有人和自己对话。幻视是能看到一些本来没有的东西，往往会认为体内有仙家神佛或是邪祟，多数人会认为自己被附体。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中了邪的体现。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最好要注意一下。有病难医或是找不到问题，身体有病痛，但是长期治疗不减轻，或是医院检查各方面都正常，根本找不到毛病，比如心口难受，检查心脏正常，或是检查有点问题，但是问题也不大，长时间治疗也不见好转，或是好几天又反复了，始终好不透彻。出现精神方面问题，感觉非常压抑，心情低落，心口堵得慌又想哭的感觉，脾气越来越大，总想发火，看什么也不顺眼，甚至有的有轻生的想法，或是感觉身边的人都背叛自己，觉得多数人都是敌人，都在背地里对自己不利，过度的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，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失眠等。轻者导致忧郁，重者导致精神分裂。人生活在天地间，能遇到好运，自然也可能遇上霉运。就算邪气缠身，也不必过于惊慌，只要争取尽快找师傅对症治疗，就可健康无虞，保佑平安。千万不要拖的时间太长了，因为邪气能入体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症状，就是魂魄不全。缺魂的人体内有了空虚，又对这方面抵抗力差，所以邪气才能入体。如果只驱除邪气，不把魂魄收回来，当下把体内邪气驱除了，没过几天就又有了，驱除了这个又来了那个，邪气永远也驱除不完的，就像一颗鸡蛋，有了裂痕就招苍蝇，你如果不解决裂痕就驱赶苍蝇，永远也是没完没了的。要想完全好透，必须的去除邪气后，把魂魄收全再安稳固了。如果拖的时间太长了，魂魄收回来也一下在体内待不住，今天收回来，明天或是一会就又掉了，中安魂也会费很长时间。再个魂魄长时间在外边也有可能受到伤害。不管什么病，也是越时间短越好治疗，如果拖的时间长了，邪病也会引起正病的。有的正病一旦得了，终身去不了根，千万要重视。阴气重，身体弱，杂念多的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？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，在评论区留下阳光2字。那么阴气重，身体弱，杂念多，你会吸引到什么事呢？一定会吸引各种负面能量的事情过来，也会看到以前从来看不见的一些东西。经常有朋友身边会遇到这种现象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分享9个简单的方法，
大家记好，第一个方法就是多晒太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阳是最大的阳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夜猫子，晚上不睡觉，白天不起床，阴阳颠倒，这种情况阴气是特别重，干什么亏什么，所以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解决了。40至50， 9点到13点，户外晒太阳，这段时间在一天中属于火旺的时间，阳气最盛之时，能有效驱除阴霾。晴天在户外太阳底下晒上一段时候，能有效提升个人阳气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多去高端场所坐一坐，比如5星级酒店的大堂，里面进出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人，在那里喝喝茶，坐一坐，感受一下里面的气场。也可以坐坐高铁和飞机的头等舱，因为那里的磁场也是比较净化的地方。第三个方法就是多参加一些喜庆之事，什么婚礼、生日，各种庆典活动，有喜事发生的时候，就能把你的能量磁场往喜庆方面去调整。第四个方法非常非常重要，多见高能量的人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比如自己的状态、心情都很糟糕的时候，你见了一位高能量的人，明明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但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舒服，出来之后浑身充满了能量。第五个方法叫做改头换面，把原来的衣服、发型都换一下，焕然一新。因为阴气重，各种负面能量的频率是谁招惹过来的？是你自己，所以要调节自己的能量，先敬罗衣再敬人，就是改头换面一下，让自己的形象焕然一新。按照我说的这5步走，马上转运，你的能量都会往上走。6. 自身气正，气顺。这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有正义之气，也要有和谐之气、喜庆之气，多多修身养性，宽心、宽容，与人为善，凡事不要斤斤计较，也不要动不动就生气，特别是八字身过弱的朋友，往往容易生气，还难以控制。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气滞气郁，从而形成撞鬼中邪的情况。因为在你生气发火的时候，你的身体阴邪之气本就很重，很容易与这些负面的能量相融合，对你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只要心情阳光，开开心心，怎么也不会招来鬼邪的气。避免独处、夜出。有些朋友本身就胆小，夜晚人的感知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，所以夜晚独自出门，或者一个人独自待在一所大房子里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疑神疑鬼。长时间下来，自身的阳气越来越弱，免疫力也随之下降，阴邪之气往往很容易侵入身体，形成所谓的鬼上身。所以提醒这些朋友避免独处、夜出规避阴邪之气较重的场所。
这些场所往往是阴邪之气比较集中的地方，比如墓地、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、长期空置的或出现过意外死亡的房子等等。对一些身弱的朋友，在这样的环境里待的时间长了，就会有不良反应。有的朋友会出现脸色苍白、浑身发冷等症状，严重的还会大病一场，甚至鬼上身。所以尽量避开这些场所，必须要去的尽量选择上午或中午时间，也不要待的时间过长。回来之后要多去人多的地方走动走动。9. 居住环境保持干净整洁。居住的房间要干净整洁，驱除居室里的污秽、杂乱之物，因为屋子里参差不齐的物件会形成一种煞气，在灯光的照射下形成千奇百怪的鬼影，时间长了就会疑心生暗鬼，而污秽之物会刺激你的眼睛和神经，产生污秽的气场，影响你的外感神经，时间一长也会产生疑神疑鬼的。这种污秽之气非常容易招来阴邪之气，会对我们带来不良影响。所谓的神鬼是一个精神，一个念想，一个气场，是无形的看不见的，但是谁的心里都有神鬼的意识，这个意识在特定的地方、特定的时间就能体现出特定的能量，这就是神鬼。对应于鬼的就是神，就是正能量、正气场。从古到今，邪不压正，只要我们开开心心、高高兴兴、堂堂正正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一身正气，能量再大的鬼邪之气也不会给我们构成任何危害。自古邪不压正，正气乃烈性，避鬼，尤其是刚正之人，血气更为阳刚，为鬼之所惧。所以古人云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所以平时多做善事，便积累一身正血。相反，若是做伤天害理、苟且之事，内心发虚，阳气自损。还有，身体越是健康，心情越好，人越精神，阳气越旺。很多人半夜过坟地，走荒山，住阴地，一点事情没有，就是因为此。一个人气正了，心里就亮堂，问心无愧，鬼见了也敬畏，是不敢近身的。一身正气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的，这是其他辟邪器物远不能及的。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，多做善事，少杀生，多放生，这就是在做善事，就是修炼了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吸毒，不奢侈，不贪心，不欺压他人，不陷害他人，多守戒，多行善积德，就可以养成浩然正气。此为辟邪驱鬼最佳法门。当内心充满祥和，在哪里都是一样欢喜自在。当内心充满智慧，一花一草尽显法身，
若能放下心中的执着与挑剔，那么你相逢的一切皆是美好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诸邪必退，百无禁忌。愿你一生平安健康，万事大吉，60吉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